鲜少有人相信一挺轻机枪竟能直接击落一架美军战斗机。看似离谱的场景，却被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真实变为现实。在朝鲜战争初期，志愿军的防空能力堪称捉襟见肘。当时美军仅在朝鲜半岛投入的各型战机就超过1200架，包括 F-80 流星喷气式战斗机、F-84雷电战斗轰炸机等先进机型，不仅数量庞大，还具备全天候作战能力。而志愿军初期的防空力量，仅有少量从解放战争中缴获的就是高射炮和苏联的37毫米高射炮，总数不足100门，且大部分需部署在交通枢纽、后勤仓库等关键节点，无法伴随步兵部队机动。正是在这种空中力量悬殊的背景下，志愿军高层下达严格命令，严禁步兵使用轻武器对空射击，违令者将按军法严惩。这条纪律看似严苛，实则是基于战场现实的无奈抉择。当时志愿军步兵的主流轻武器如中正式步枪、莫辛内干步枪，有效射程都在400米左右；苏制 DP 转盘轻机枪、捷克 ZB-26 轻机枪，有效射程虽达800米，但战机低空飞行时速普遍超过500公里，留给步兵瞄准射击的时间仅有几秒。盲目射击不仅大概率浪费珍贵弹药，当时志愿军后勤补给困难，每挺轻机枪日军弹药配给不足200发，更会因枪口火焰、枪声暴露阵地位置。美军战机配备的无线电通讯系统能快速定位火力点，随后便会召唤编队进行密集轰炸或扫射，等同于给战友们送靶子。为躲避美军近乎无差别的空袭，志愿军摸索出昼伏夜行、分散隐蔽的策略。白天，战士们利用朝鲜半岛多山多林的地形，隐蔽在茂密的松树里、陡峭的山沟或临时挖掘的猫耳洞里，连水壶、钢盔都裹上布条防止反光。夜晚借着月光或星光快速行军，队伍间距保持在5米以上，避免击群目标被发现。即便行军途中遭遇美军侦察机，部队需立即就地卧倒，伪装隐蔽。若有人擅自行动或开枪，代班班长有权当场执行纪律。这种铁律是为了在美军空中优势下保存有生力量。美军飞行员很快摸清志愿军的避战规律，气焰愈发嚣张。他们驾驶 F-84战斗轰炸机频繁实施超低空俯冲，飞行高度有时低于100米。这个高度既能精准瞄准志愿军阵地，又能避开少量高射炮火力范围。投下的高爆炸弹将阵地炸得弹坑密布，工事坍塌。击在 12.7 毫米重机枪子弹如铁雨扫过地面，不少志愿军战士倒在血泊中。据第42军战史记载，1951年1月至2月的汉江南岸防御战中，该军因美军空袭造成的伤亡占总伤亡数的 35% 以上。战士们看着战友牺牲，拳头攥得发白，却只能按捺怒火，纪律如山，无人敢擅自违背。1951年2月18日，汉江南岸 350.3 高地防御战中，志愿军第42军125师375团一营一连机枪手关崇贵，用一挺苏制 DP 轻机枪把破了僵局。当时美军6架 F-84战机对阵地轮番轰炸，关崇贵所在班的副班长和2名战士当场牺牲，工事也被炸毁大半。看着敌机再次俯冲，关崇贵咬牙判断阵地已经被炸得不成样，敌机早就锁定这里了，开枪还有一线希望。他迅速拖过还剩47发子弹的 DP 轻机枪，依托工事残垣，瞄准一架正俯冲扫射的 F-84。当敌机距离阵地约500米，机身几乎与地面平行时，关崇贵先打5发点射试射，调整弹道后紧接着2个10发点射，子弹精准命中敌机左翼发动机和油箱，敌机瞬间冒起黑烟，失去平衡栽向远处山谷，落地后引发剧烈爆炸，火光染红半边天。其余5架敌机见状，慌忙拉高高度，盘旋2圈后悻悻离去。关崇贵违令开枪的消息传到师部后，起初引发争议，有人主张按纪律处罚，有人认为他击退敌机，减少伤亡，功过需重新衡量。最终第42军军长吴瑞林亲自调阅战场报告，派人核实敌机残骸，确认是美军第58战斗轰炸机联队的 F-84后，认为这一行动打破了美军低空不可战胜的神话，为步兵对空作战提供了实战经验。随后志愿军总部不仅没有处罚关崇贵，还为他记特等功，授予2级战斗英雄称号，并邀请他到各部队做报告，总结出对空射击核心经验。各部队用树枝搭建敌机模型模拟俯冲轨迹，让战士练习快速瞄准，划分射击区域，明确步枪手负责300至400米距离，轻机枪手负责400至600米距离，形成梯次火力。遇到多架敌机时，优先打先俯冲，飞得最低的，避免分散火力。1951年4月第5次战役期间，
志愿军第63军187师560团在金华以南地区设伏，3000余名战士携带步枪、冲锋枪和轻机枪，隐蔽在长达3公里的之字形战壕里。每个射击位都有防炮掩体，枪口预先对准敌机可能俯冲的方向。上午9时许，8架美军 F-80流星战机飞抵设伏区域，像往常一样低空盘旋，寻找志愿军集结点。第560团团长朱彪在战壕里沉着指挥：再等等，让他们再低一点，直到敌机距离阵地约400米，开始调整姿态准备投弹时，朱彪一声令下，开火。刹那间，3000多支枪械同时喷射火射，子弹织成密集火。其中一架 F-80的机翼被多颗子弹击中，液压系统受损，机身失控下坠。飞行员约翰史密斯被迫弹出座舱，降落伞刚打开就被志愿军战士包围活捉。其余7架敌机有的被榴弹击中机翼，有的慌忙拉升高度，胡乱投下几枚炸弹后加速逃离。美军为报复上午的失利，于当天下午14时许派出16架 F-84战斗轰炸机，携带凝固汽油弹和高爆弹前来轰炸。志愿军早已补充完弹药，战士们躲在防炮掩体里，听着敌机轰鸣声逼近，却丝毫不慌。他们知道敌机为投弹精准，一定会再次俯冲。当第一架敌机俯冲到300米高度时，指挥员下令开火。阵地上的枪声密集得像潮豆子，甚至盖过了炸弹的爆炸声。4架 F-84当场被击中，有的油箱被打爆在空中起火，有的发动机停车砸向地面，凝固汽油弹引发次生爆炸，火光冲天。剩下的12架敌机见势不妙，有的机翼冒烟，有的尾翼损坏，歪歪斜斜地向美军机场逃窜。战后清点，志愿军第187师560团当天共击落美军敌机5架，击伤13架，自身仅伤亡12人，创下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步兵轻武器对空作战的单次最高战绩。这一战绩上报志愿军总部后，彭德怀司令员专门发电表彰步兵对空作战的胜利，证明只要有正确战术，敢打敢拼，就能打破美军的空中优势。经此一役，美军飞行员的心理防线被彻底打破。据美军解密档案《朝鲜战争空中行动报告》记载，此后美军战机的低空飞行架次锐减 90%， 飞行员普遍拒绝执行低于500米高度的俯冲任务，转而采用6000米以上的高空轰炸。但高空轰炸受气流能见度影响极大，炸弹命中率从原来的 30% 骤降至不足 5%。 志愿军地面部队面临的空袭压力大大减轻，原本每天遭遇10余次低空轰炸，此后几天才会有一次高空投弹，且多炸在无人区域。回望关崇贵当年的那一枪，它绝非朝鲜战场上的偶然插曲，而是志愿军以弱胜强精神的生动缩影。在朝鲜战争中，志愿军面对美军在武器装备尤其是空中力量上的待级优势，没有被动防守、畏缩不前，而是凭着不服输、敢创新的韧劲，在实战中摸索战术，总结经验，将普通轻武器变成反制敌机的利器。这不仅打破了美军的空中霸权神话，更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军人的铁血意志与智慧。正如志愿军老兵常说的，敌人的武器再先进，也怕我们敢打、会打。